大家好，我是永和彼得潘。像我们人已经在动物园这个雕像叫做宇宙大门前面，今天要来骑我今年第一场比较大的活动，那就是 Rapha 的 FAR。那如同大家所见，今天人非常的多，今天报名人数应该有破120位。那我们等一下要骑的就是我们这场骑的106，今天要探索一条非常新的路线。那等一下就带大家一起跟我们骑。OK， 各位会员，我们已经摩拳擦掌，准备出发了哈。今天重点就是双态产业道路。1、2、3， FAR 已经正式出发，今年第一场的 Rapha FAR 01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和彼得潘。我剪完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应该已经要6月了。不知道现在正在看影片的你们，最近都去哪里骑车呢？如果还不知道 FAR 是什么的新朋友，别担心，你们看完这支影片就会知道了。继去年 Rapha 的3场 FAR 系列活动，今年大家更踊跃参加了。其实1年1度为自己设下几个长距离挑战也是不错的哦。而我今年上半年因为生活忙碌，没有把单车顺位放那么前面，也就比较少骑车。但好在最近快期末考完啦，暑假来好好重拾一下单车的热情吧。而今天就用一场万众瞩目的 FAR 来开启热血的回归之旅吧。我们今天要骑的是双态产业道路。看过我去年挤上骑机那支影片的朋友们，应该都知道吧？这条路线是连接新北双溪与宜兰的秘境。平常从台北到宜兰，要么是走北宜公路，或者是芙蓉滨海。如果你们平常都只有骑这2条路的话，彼得潘真的超级推荐你们来骑这条双态产业道路。上次我和我学长浩之是从双溪侧往宜兰走的，然后我们最后去一个小溪玩水。这次我们是要先骑106到芙蓉，绕过三貂角到宜兰之后，再爬双态产业道路回来。今天总里程大约150公里，爬升2150公尺。这条路线的坡度不长，主要是以丘陵为主。如果单论爬升段的话，我会把它分成3段：106分水仑公车站牌爬坡，宜1也就是双态产业道路爬坡，这段也是今天最长的爬坡哦。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应该1个半小时内绝对爬得完。老屁股的话，可能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可以解决。最后一段就是106原路回程，也是夏天大家最不喜欢爬的平双隧道。虽然不长，但想象夏天没有遮阴的爬坡，就算只有一下下，还是不怎么舒服啊。力气不会太大。说震动的时候，还好，停的时候还好。这边就是第一个爬坡的起点，106公车站牌的这个分水轮爬坡。这个爬坡通常30分钟内一定爬得完。那坡度都不陡，所以蛮适合今天来当我们的热身的。顺带一提，我今年也是担任 Rapha 的领骑哦。我身穿的这件蓝色就是今年的领骑蓝，怎么样？还不错看吧？我自己是超喜欢的啦。虽然我在去年年底因为个人的学业生涯规划离开了 Team Cycle Triathlon， 之前的 Cycle Ride 台北约骑也停摆了好一阵子。不过如果想跟我一起骑车的，也欢迎加入 Rapha RCC， 让我担任你们的专属领骑。今年应该也是在这支影片推出之后没多久就会开始开团喽。都给这么多提示，你们还不跟上就不够意思了。大家表情管理一下啊。相机哦，表情管理。不得不说，今天真的超热闹的。放眼望去，我身后这么大一群人，让他们能更轻松的完成挑战，也是蛮感动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2个弯！骑完这2个法夹弯就会到分水仑公车站牌。那这边就是分水仑公车站牌，我们刚才已经爬9点多 K 到这个坡顶了。那今天天气其实也蛮凉的，因为前几天在晚上下一场大雨，把地上这个热气整个都带走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么好的天气。今天水要补满哦，下一站还有一段路哦。所以在这个补给站都可以补电解质，还有水。谢谢老大。哦。那就不怕啊，没有东西喝了。糟糕，我刚刚好像不小心聊天聊一个太久，发现大家好像都很有力，全部都赶路去了。那看来今天是必须要练到一点车了。等等，我们就会陆续经过金桐、平溪，下平双隧道之后就会到双溪，再把台2丙的平路靠完，就会到我们今天第一个大的休息点，也就是芙蓉了。那我们就加把劲追人吧。你们今天上来刚好遇到最凉的一天哎。真的？对啊。前年中午出去都，刚刚还有些地方有一点点湿。对，但我觉得这天气超棒的。真的哈，不要太热。真的。还蛮热下的。天气对长距离真的很重要。
给你轻松的。没有，会很累啊。对，加油加油！均速40以上追了接近半小时，终于追到啦！看来大家今天体力真的蛮不错的，还好还是有追到，这样又可以开始担任大家的副将，一路扛到福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一个休息点了，就是在福隆这边。这边 Seven 就是也比较大，大家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，买一些东西吃。专注镜头，嗨，Elmo， 上次这边是去骑北境武岭，那我们今天这边是骑一个比较轻松的双泰产业道路。我没有骑过双泰，很期待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那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多人，接近120个以上，所以我们安排了非常多位领骑在队伍的各个位置来协助大家。所以如果下一场 FAR 你们也有来的话，可以寻找你们能力相近的领骑，让他们协助你们完成这个长距离的挑战。等一下大概再骑30到40公里吧，就会进到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爬坡段，就是双泰产业道路。那我们非常期待，大家一起加油！从福隆车站出发，要先沿着台二丙骑一段东北角的滨海段。这段大车我们俗称学长会比较多一点，大家如果是自己骑的话，也千万要小心安全。我们今天有非常多人，所以大家前后都有一个照应，其实也是蛮不错的。是哦，哇，有乌龟哎，这是龟山岛吗？应该是吧。哇，这边真的超级无敌漂亮。如果想要多一点画面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报名FAR 02，然后骑在我旁边。穿上这件衣服之后，应该就不会乱跑了啦。所以大家应该都是可以骑在我旁边的。新组者每个人都骑Tornado，好帅哦！这个世纪卡，哇，你还自己贴那个 RCC 的那个、啊？对啊，漂亮哈，好帅哦！你的黑色可以贴白色的、啊。我长大我也要一个，我说Tornado，还说Tornado，好吗？全套都一样的，对，太帅了。擦鞋子，擦 Pocky 特仕款鞋子 ，TNT， 还有你的帽子也是 ，Yes， 哇，眼镜也是，大全套，插一双 Pocky 的腿 ，Yes， 我也想要 Pocky 的腿，插一双我掰完的腿。这样就不需要补给车了，200公里不到5个小时就可以用2骑完。对。现在我们已经在大溪这边，但这个大溪不是桃园那边的大溪，是宜兰这边的大溪。看到这个口门就知道双泰产业道路要开始爬了。然后因为我刚刚在陪后面人，所以前面人已经跑掉。我尝试用这个坡追追看他们，看我追不追得到。有从另外一边骑上来过一次，那场是我跟我台大学长浩志一起骑的，那个也是一个非常 memorable 的一次骑程。那我现在开始尝试看看能不能追到前面的领先集团，用力爬坡稍微追一下。哇，几公里啊？8公里，平均6%，好，努力一下，加油加油！7公里哦，7，催眠一下。11的爬坡是先陡后缓，前面有非常多个发夹弯。我发现宜兰这边的山路都有个特色，每个弯路都很多，像是大家最熟知的9弯18拐、北宜公路，还有北横明池到宜兰的下坡段也是，包含这个宜全部都有超多发夹弯。但比起那种又长又直的上坡，我反而更喜欢这种弯路多的，因为骑那种看不到尽头的坡，心理上会有种怎么骑都骑不完的感觉。今天的气温虽然没有到很高，但这段真的超级晒。我前面做了10几分钟强度，发现都追不到之后，就慢慢骑了。超爆热的，超级无敌热。我来树荫下休息一下。哦，真的太热了。这边坡好陡哦，再休一下。哇，到了，后面有树荫，可以乘凉一下，所以前面真的要尽早骑完比较好。所以推荐大家夏天的时候都尽量早点起来。5点到5点半出门骑车，趁太阳出来之前回家，才不会晒那么黑，然后也不会那么热，训练成效可能会好一点。要不然个人感觉台湾夏天真的不太适合在外面练车。
那个都不叫做耐热训练，那只是比谁热不死而已。早点出门，早点回家。没有车，天气凉，又可以调整作息。大腿，你这边已经是要坡顶了，那我也要吃点东西，要不然等一下感觉没什么力气骑。补给车在长距离的挑战也是非常重要。哦，移动式的 cycling club。我们彼得潘终于来了，来哦，满满的补给，赶快。任君挑选吗？对啊，任君挑选。哎，那个传说中的蜜蜂又来了。哎呦，哇，这还有防晒，防晒最近我很喜欢用这一款，因为它都不会出白汗珠。卫生中心。有啊，有成功啊，但它中间好吃好吃。中间不要差不多一条路，没有什么大差别。干杯！看猴子表演吃香蕉。原来是你的镜头，对，没错，我要表演猴子吃香蕉。我今天最期待就是补给的部分，骑完这种长距离吃这种东西都特别爽。吃饱又是一条好汉，所以很推荐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 FAR。今年还有一场，不要错过。只要你是 RCC 会员，其实来参加这种东西都是完全不用报名费的。你看你自己一个人来骑都没有办法享有这么多资源，但还有摄影的记录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， 那边我都会发布我最新的动态。那有消息也会跟大家通知一声。最近已经渐渐没有练那么多车了，都是偏拍照和吃喝团，开始回归开始骑车的这个快乐。车子就之后再练吧。如果是第一次看我骑 FAR 的朋友，还好你们现在看到了。简单来说 ，FAR 是 Rafa 从去年才开始办的长距离挑战，但放心，这不是那种不让人睡觉、动辄破300公里的自虐行程。它确实需要花点时间准备，也带点挑战性，但过程中绝对能让你好好享受骑车的乐趣，还有完赛那满满的征服感。不像那种一日北高，对一般人来说，骑到最后真的没什么心情看风景了，完全是靠意志力在凑里程而已。所以啊，不管你是刚入坑的新手还是老手，FAR绝对够格成为你这一年里最精彩的骑车回忆之一。看到这边，是不是觉得第一场没跟到有点可惜？呵呵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不过别担心，彼得潘绝对不会私藏好康的。只要你是 Rafa Cycling Club 的一份子，参加这种高质感的活动是完全不用报名费的哦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不管是沿路的补给、专业摄影，还是跟一大群车友一起热血完赛的体验，通通免费。除此之外 ，RCC 会员还有超多福利。但实在太多了，我这边一次讲不完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点开影片下方的资讯来看一下。今年的第2场 FAR， 就期待你们来跟我打声招呼喽！哇，这边是无人商店。那来这个无人商店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店员嘛，就要带零钱。拿一个凤梨好，这一支20块。这是才是公道吗？我哪边啊？我这边钱箱。然后就可以吃这个冰棒，这夏天吃真的非常赞。在双泰产业道路，大家下次可以揪朋友来骑一下。你们都不等我，猴子兄弟都不等的。你有香蕉吗？拿香蕉来跟我谈谈。先来预告一下好了，我们下一场我们会去新竹苗栗这一带骑车，我们还没有去过，要去解锁一下。因为去年第1场是在双北，第2场是台中，第3场是台南嘛，不断的到不同的地方骑车，解锁不同的乐趣。对，看看是不是不同的地方还有这种无人商店可以去玩。然后因为除了在台湾 ，RCC 在全球各地都有，所以如果你刚好在国外的话，也可以去参加像日本啊、韩国那些地点的FAR。我只能帮你下面锁紧，上面没办法，上面再锁，我怕等下断掉。对，因为它金属应该是这样子锁进来，但你今天已经把金属折凹了，它已经应力已经分散，它随时有可能断掉。刚刚做了一些紧急故障排除，其实过这家无人商店之后，后面都几乎都是下坡了。虽然双泰路面平整，但是我必须提醒各位，这边的弯路真的非常的偏。怎么说？这边的弯都看起来像90度的，但你弯过去之后会突然发现它是一个发夹弯，所以路不熟的话，尽量稍微保守一点下这条，或是要把码表上的地图打开来看，才比较有保障。那个弯都不好过
地上那个树叶很多，不太好过。这边那几弯速度快的话蛮危险。而且还会弹，弹都抓不住。顺带一提，今天这支影片我总共用了3个视角来记录，分别是手机、Insta360的360度全景相机 X5， 还有 Go Ultra。这次想特别跟你们推荐 Go Ultra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 Tadej Pogačar 的车迷，对这台应该不陌生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超级小，整台相机只有53克，长宽差不多就是一个拇指的大小，但功能完全没在客气。出门骑车如果不想手持相机，只要挂上磁吸项链系在胸前，就能彻底解放双手。最高画质不仅给到了 4K 60帧，流畅度很高，连夜拍模式也难不倒它。至于大家最关心的电量问题，搭配它专属的 Action Pod 就能快速充电，从0充到80%只要10分钟出头。不过说真的，有时候只用磁吸项链挂在胸前，视角多少会受限，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搭配它的 Flexi Angle Mount 一起用，这样就能随时微调角度，真正零死角记录骑车的精彩瞬间。最后跟你们报个好康 ，Insta360的年终促销已经正式开跑啦！这些是他们这次年终促销的活动内容，想仔细看的朋友们不妨先暂停一下。结账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INRAT3G， 还会有额外的赠品哦。详细的优惠内容我也会放在下方资讯栏，有需要的车友们千万别错过喽！右边要进去，对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补给点，也就是双溪这边的 7-Eleven。那我们应该稍作休息，吃点东西就可以差不多回程了。所以现在回去大概还有30-40公里，非常快就会回到 Clubhouse， 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吧。那大家现在都看起来还蛮有力的，所以相信大家今天应该都可以顺利完成。你是去年的年度领骑对不对？对啊，去年 Randy 也带了很多团。去哪一个亲子洞好？最后一关，平双隧道。希望这云可以大一点，但是不用那么晒。这边回程就是同条106了。我们现在在爬的就是最热最晒的平双隧道爬坡。你们可以看出来，这段完全没有遮蔽，虽然不到10分钟都爬完了，但真的会晒到没力。好在回去就几乎都是下坡了，速度也蛮快的。我们等等就可以回 Rapha Clubhouse 吹冷气吃东西了。我突然好像发现我今天一直在吃东西啊，不过没关系啊，烧了这么多热量，总是要补一下嘛。好，这边就轻松了，那就让你们来见识一下 Rapha 最帅 Model，AK 摩托车赛车选手63头的下坡教学吧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数一下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上面没有动物园。哇，我们终于到了终点 Rapha Clubhouse 台北。哦，终于回到原点了。哇，大家很多人都已经到了。我们今天已经骑完了，然后我该没电的摄影机也差不多都没电，只剩下这台手机。我现在就可以开心的享受我们骑完的一个奖励了。哇哦，超爽的！天哪，什么？鸡肉卷？所以今天的 FAR 第一站就在这边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。那如果大家想参加下一次的 FAR 的话，也不要忘记9月中的时候，请大家把时间留给我们。那我们就9月的时候，大家第2场FAR见，拜拜。